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连他自己爸爸妈妈送货来挂急诊，有没有什么慢性病在吃药，讲不出来呢。然后也千万不要回答说你看一下那个病历。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讲说我们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讲我们对于战争的备战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我说我不会专门提说战争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长。好，但是如果我以灾害管理、灾害应变这件事情的话，我的想法我会怎么样子为我们自己家里做准备？我觉得大家要先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所住的地方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包含台风包含呢可能有些人会有土石流，包含可能会有水灾。之前也有人问过火山爆发，除了战争之外的人为灾害，像核子事故。那如果我们今天我所在的地方是会遇到这么多种类的灾害，我们该怎么解决它？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那我就针对每一种灾害都去做足准备，这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真的如果各位要实际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困难的点，就是灾害种类这么多，那是不是每一次出现一种新类型的灾害，我就要再多准备一套东西？好多东西。是的，这个一方面就很难，另外一方面，就算你今天真的愿意这么做好，你的家人记得了这些事情吗？那倒是。对，所以我不会针对战争来谈，而是我今天谈所有种类的灾害该怎么办。战争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那各位可以参考看看这个方法。面对到这么多种灾害，我们去找到所有灾害的共通点是什么？什么叫共通点？就是今天我不管我面对的灾害类型是什么，有哪些事情是我一定得做的。我打一个比方，我们假设今天去上考场考试，你去参加考试，不管你考什么科目，你总是有某些事情是你一定要准备的吧。例如记得带你的2B 铅笔，记得带个好的橡皮擦，记得带准考证。我今天不管我是参加理科的考试、文科的考试，我参加的是国家考试，还是我是参加学生的考试，是不是这些事情都是共通的？好，所以呢，各位，我等一下讲的它不会是一个标准答案，各位伙伴如果有想到新的事情，也可以帮我补充。那所以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所有的灾害的共通事项有哪些是我们一定得做的事情。首先，第一个事情，你如何知道灾害来临的警讯？所以呢，像我们谈到的战争这件事情，各位你要去辨认一下空袭警报的声音是什么。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各种灾害类型，我觉得大家就要去思考一下，你们家人比较习惯接收灾害来临的警讯是什么管道？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运用的，就是我很常跟大家介绍的消防防灾1点通这个 app。那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 app 打开来，的首页呢会是像这个样子，我们点选个人页面，进去之后，当然你要先登入。进去之后呢，这里有一个通知订阅，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设定你想要关注的防灾资讯，或者是即时的灾情资讯。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通知区域，你去选择我要接收哪些地区的通知。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哪个县市，好，例如我们住在新北市淡水区，设定好之后，你就按下新增，那它就会变成是你接收资讯的预设区域。那当然，你底下还可以选择发送方式，那我是直接选择推播。另外发送频率呢，它就会有即时或是几个小时，那我选择是即时，就是有状况它再告诉我。那另外还有一个订阅项目设定，你点进去之后呢，它会分别问你想要接收哪些资讯。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全国性通知，好，例如像空袭警报、地震特报以及台铁、高铁停驶，这些是属于全国性的通知，这个不用你选，因为这些灾情比较像是会影响全国范围。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区域性通知那这个部分就比较有地域性了，它可能影响范围不会到全国的，你就可以自己去点选，你想要接收哪些讯息。好，那基本上我是全部都点开来的啦，还蛮多的。对，没错，所以你会发现，不只是一些有危险性的灾害，包含停班停课，包含捷运停驶，它都会告诉你可以给各位参考看看。那再来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跟家人取得联系？你们做疏散、做撤离时，你一定会担心你家人所在位置，你怎么跟你的家人取得联系？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预定好我们的户外集合地点，不管今天发生事情的时候，我是在哪边。如果发现我们家是需要疏散的情形，我们就到户外集合地点去碰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可以用手机联系，但是如果手机失效呢？那这个时候约定好的集合地点它就可以发挥作用。那再来第3个问题就是庇护收容的问题。如果今天我灾情严重一点，严重到是我今天没办法回我家里头，我晚上我该住哪里？当然，如果是这个局部性的灾害啊，这个我可能还是可以去依亲啊，或者是呢，去住旅馆、住饭店，这当然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们想的稍微严重一点，规模范围大一点，那我们可能就要去住避难收容处所了。那这时候呢，各位就是你要准备紧急避难包。好，所以之前我跟大家提过，你紧急避难包并非只是单纯为了地震灾害，你遇到可能需要紧急疏散、紧急撤离的灾害类型，你都会需要紧急避难包，因为庇护收容基本上是所有灾害的共同点。那再来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医疗就医需求，我会建议大家都是要去学习一些你处理得了、你能够胜任的急救处置，包含我觉得像是止血、烧烫伤，以及刚才我们前面提问有人问到的 CPR。因为这几个事件呢，它是在发生的时候你不赶快处理，它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的。那如果我今天的就医需求是一些伤病痛，不像前面讲到的有这么多紧急急迫性的，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备好你家人的血型、病史、过敏史以及用药的习惯。这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连他自己爸爸妈妈把他们送过来挂急诊，有没有什么慢性病在吃药讲不出来呢？其实这个本来是我们自己家里人，你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其实你都应该要去做到的事情。然后也千万不要回答说你看一下那个病历，挂号之后才会看到一些很基本的看诊资料，并不会看到他什么病史什么的，怎么样都会是你讲出来是最快的。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了各种灾害它可能有的共通点。第一个，我们怎么得知灾害来源的警讯；第二个，我们怎么建立灾时的家人联络管道；第三个，我们庇护收容的问题该怎么解决；以及第四个，面对家人有紧急就医或是需要急救的需求，我们有没有办法胜任这件事情？那这是我想到的，给大家参考看看。好，那当然这4项东西是我目前想到的共同事项，如果各位有发现到其他的也是任何灾害你都要做的准备，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也可以多做一分的准备跟保险啦。好，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这个关于各种灾害的准备方式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我讲一个事情，因为这一次我不是去追妈祖嘛，然后我就把家里的避难包就是稍微简化一下，我就把那避难包带出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真的也是蛮够用的，像里面有一些消毒的东西啊，然后防蚊喷雾啊什么的，我那时候第一天晚上在外面打地铺的时候，完全通通都用上了。是的，对，所以我觉得避难包在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拿来用。对，我就可以拿来让大家做个小规模的演习啦，也有点像是小小的练习，去熟悉一下里面的内容，去熟悉一下用起来是什么感觉。